这个操作是上周4做的，当时在血腥嘛，所以跟上周4放的那个2道单指流分开。他来的时候已经在当地处理过几次啊，非常的疼，没能耐受得了，也有操作的条件啊。降低操作过程当中的疼痛感，但不是没有，依然比较疼。还好他之前前期在当地弄的，已经有前期的心理的怎么说呢，值吧。然后我处理的时候，这个过程配合的还算是不错的。这个2道单指流啊，简单的提2句。2道皮肤自检。皮肤新陈代谢差异跟个人的饮食习惯有关系，就是他是平时烫不好，针对羽毛处理的过程，其实就是在一个如果能够早期发现，但实际上这个人口中每个人都常规定期做耳鼻喉科检查的。2个疾病啊，普通的丁宁栓塞和2道的单指流啊，2道单指流对于骨骼、皮肤啊是有这种破坏的。这个为什么能疼到这种程度？有的病例实在是接受不了，然后又不愿意接受这种全麻或者是说做这种切口，因为还有些地区做处理2道单指流还是要做常规的切开，因为要做显微镜的操作啊。耳内镜这个技术并没有完全普及开啊。如果用显微镜的话，有些地区是要做这个切口的，耳后或者是耳内做切口，切开，然后再把这个单指流咬牙坚持可以试，但真是坚持不了。贵啊，这点是没招，其他的没有想象那么可怕。哎呀，这个皮肤啊，血走啊。传统还有做这个填塞，清理完以后，看我们的文献报道，还有做这种。这种纱条啊，或者抗生素的纱条，或者碘防的这种纱条，这个骨膜上还剩了一丢丢。